哎，大家好，我是早路。8月9号星期天，今天轻松跑了。昨天强度不小，或者说负荷不小。今天穿了双薄底鞋，穿的爱迪达斯9，我们出来慢慢的混个10公里。昨天在直播间和小伙伴们聊跑步，聊训练。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我觉得有点大的话题，我不知道说得好说不好，就我自己的观点。围绕的话题是，其实有的时候练什么是很重要的，但是怎么练在更多时候更重要。今天想到聊这个话题，其实也跟我各种的观察和思考有关系。我有时候就看身边的跑步的人，或者听说过的跑步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两极分化会比较厉害。就是有一些选手跑者进步速度非常快，或者说最后能够达到离自己的天花板非常近。有的跑者呢就进步的非常慢。其实练什么我觉得对大多数普通爱好者，包括我，就跑到2小时40都不如怎么练更重要。当然练什么肯定也重要，比方说你不可能像比方领导我从2小时44想到2小时40，那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跑。我这样跑我再怎么练也不行。当然这其实也是和怎么练有关系，这两个不太能单独的拿出来说。所以我本来拿这话题录了一期会员节目，但是我觉得说的不太好，我就没发。你先说练什么，很多时候四处去抄课表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办法。我对课表的理解是，可能您只需要去借鉴一些强度课，就是不管是哪个跑团、哪个训练营，或者哪个人、哪个组织，他们假设他们周3是强度日，周3他们怎么跑，开拓一些有意思的跑法。而强度课其实无外乎就是各种变化，它的目的是让你换着花样的、不太枯燥的把这个强度训练顶下来，而不是说10个400和5个800就有什么就本质的区别，不是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说长间歇、短间歇，目的不一样或者效果不一样，但是真正能体会到那个不一样的，或者对那个不一样有意义的，已经是精英了，就是它的边际效应在那儿。对普通人来说不差那一点。所以强度课表多收集一些没错，但是不管是教练给安排的，还是训练营，还是跑团，其实没有什么深意，说这堂课跑这个就怎么样，那堂课就跑那个就不行，不是的。他只是希望你能尽力的冲一冲，拉一拉速度。对普通人来说，其实极限速度也好，阈值也好，分的不是边界，不是那么清晰的。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训练上，分的清晰的就一件事儿，就是你跑得快不快，远不远，就这么简单。那练什么，什么时候重要？就是你至少有一个排课的逻辑。这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希望1个月多少公里，或者你希望1个月多少负荷。因为现在各种平台也有负荷的统计，对吧？就像我现在跑量变少了，少了好多，但是我的负荷还变大了。但是一般我也更倾向于我们用跑量来衡量。比方说你想破3，那我有一个基本的框架，1个月大概300到350公里跑量，然后呢每周有1堂课是要跑快的，就速度课。然后呢在就春秋的时候，就是天气还晴的时候，差不多每周或者每3周有2次，或者每周有1次距离课。咱们也不说长距离，也不说 LSD， 就是距离课，你就跑长一点。之后不连续休2天，还有就是不连续强度课练2天。对于要破3还没破3的人，
就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其他的就是你把这些东西放进你的这一周的训练里。比方说我安排比方安排周5或者周6休息1天，那这周我休了1天了就好了。我如果安排周6休息，那周5和周日我就不能休息。然后300公里一个月，那一周80公里。如果这一周你决定跑长距离，假设是凉快的天气跑30公里，那你就剩下那些天把这50公里放进去。你可以先选一节强度课，这个时候就是你次数超课表的价值。这你可以有好多东西去选一个，抽一签嘛。正好你有好多喜欢吃的餐厅，今天咱们去哪儿吃啊？那抽个签吧，或者今儿点哪家的外卖啊？抽个签吧，这么回事儿。填进去以后，最后算剩下的距离。剩下的距离可以是轻松跑，或者是有氧跑。轻松跑或者有氧跑的节目，前2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基本的排课逻辑就是我跑什么，但是在这基础上怎么跑，对进阶跑者来说更重要，甚至是对初跑者都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每一堂课，不管是速度课还是距离课，还是有氧课，或者是轻松跑的课，并不是说所有课你都要咬牙到最后那一刻，或者说尽全力。但是呢，我的观点是，速度课讲究强度，距离课讲究分配和方法。这单独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比方说像我有个反面的例子，我冲240的那前2年，就是我就这么排课，也有强度也有距离，但是呢没有绝对速度，就我的强度课没有跑到就是炸到我最后那5%，并不是我故意流力，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没有意识到是很关键的，就有个高人指点，或者有人带一带，或者身边有人一起。你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被人带快的，是因为你好像意识到人也可以这么快。这特别像，就像我小时候玩弹球，小时候跟小伙伴玩弹球，那时候顺其自然的玩法，自己刚接触这个的时候，就是把球放在这你的食指弯曲以后，放在食指那个窝里来弹。后来呢，看人家高手都不这么弹，都是食指的指尖和拇指的指尖指甲盖那这样去触球去弹。哎，我就发现玩的好的都这么弹，这球出去有劲儿，但是不好掌握。然后我就发现了，我那是不对的。强度课也是，就像我那天刚加入跑团，看他们跑，发现还可以这么快，还可以冲成这样，你就豁然开朗了。这就是怎么跑。长距离也是，很多人一听长距离就是慢速，就像我现在这样这么跑30公里，就我现在这样跑30公里，别说对我没用，对想破3的小伙伴都没什么用，因为太慢了，太单一了。长距离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长距离要有变化。比方说你最后加速，最后几公里冲一冲，或者中间冲一冲这种，然后再有一个距离。就是这一堂长距离课，其实和你这一周的课的安排差不多，也是错落有致。这是怎么跑？所以练什么或者跑什么，可以是别人教你的，可以是教练给安排的，可以是抄来的，但是怎么跑是自己的。落到这儿就可以看到，你看小伙伴们有的在跑团里，有的在训练营里，有的是周围有朋友，对吧？很多人一起练，或者这一周有几次一起练，你会发现，比方说我某个训练跑团的 B 组 A 组，每周3每周日固定练一堂强度一堂距离，但是呢同样是这些人加入的时候同样的成绩，1年之后可能结果翻天覆地的差别。而且很多时候像我刚开头说的是，就这一个团队里的人总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人是越来越好，一部分人他并不会越来越差，但是练不练没变化，或者变化不明显。这时候就得
如果您是另外那一部分人，您看到身边跟您跑一样课的人是那样，但是您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的时候，那要先怀疑的不是这个课科不科学，而是怎么说？而是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太到位？对，因为马拉松这个事儿，本质上它是一个体育项目，体育项目的练，不管是田赛、竞赛都一样，都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那个现在还不太行的边界，然后让它慢慢的变成一个，从一个挑战区变成一个舒适区。就我总说那个稳定输出，我就能输出成这样，然后再挑战下一个。所以怎么跑讲究的就是你如何去做到时不时的，也不是说每一次谁都不行，时不时的去冲击一下。好吧，我往家跑，今天轻松混一混。嘿，小伙伴们，8月9号星期天，今天就轻松跑了个10公里，闷热一场。10公里5分多的配速，这样就汗了一下。第一，比前2天难受一些。今天的天气刚出来的时候感觉还行，还有点小风，跑起来就不太对。行吧，也可能是累了。所以到夏天的时候训练，我明天就决定跑一个有点变化的课。有时候老说夏天的时候老跑快的是因为跑这种慢的实在是消耗不动了。明天在一个距离课里轻松跑的课程里加点小变化，也不会强度太大。然后后天周2又是我们一起合练的日子了，好啊。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